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前阵子有不少国服的观众就在我的评论说，T6 即将要来了。他们会这样子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新时代调查问卷。这个问卷只有在国服出现而已，国际服应该是暂时还没有看到的。但是我不觉得官方会因为这个问卷之后特意出一个 T6。那我们来看一下官方这个文件问了什么东西。在体验了游戏内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黑暗时代、封建时代后，您是否期待进入下一个时代？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对这些时代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或者是觉得存在感很低。一般我们都是直接把城市升到25等级，前面的时代都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样。这个调查问卷会问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下面的问题。如果您的城市能够进入下一个时代，你希望是什么时代？其中包括现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启蒙时代。那启蒙时代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啦，这个是上谷歌搜索的，是指在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发生的哲学及文化运动，相信理性并敢于追求，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知识的理性发展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那这边还有详细的说明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查看，或者是上谷歌去搜索。再来下一个火药时代呢，我觉得应该也是跟远程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不像我们现在的统帅大多数都是用刀用剑。火药时代顾名思义之后可能会有大炮啊，有枪支之类的，也可以趁这时代的改进增加不同的兵种，就比方说工程车可能有不同的文明了。因为现在我们拥有的文明呢，除了工程车之外，其他的兵种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工程车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文明特色。有可能加入了火药时代之后，我们的城市造型有一点不一样，也会把工程车变成大炮之类的。下一个就是工业时代，那早期是没有美国的文明了，他们是等到比较后期才出现。在加入了工业时代之后，可能我们的城市里面多出了一些工厂，可以锻造铁块之类的，还可以制造飞机啊、邮轮啊、船之类的当然那个也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啦。再来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就比较偏向于欧洲时期，像是法国、意大利、罗马那边。但是游戏里面的时代更换呢，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提升了等级之后才会替换的。他询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之后我们的城市可以升得更高等级呢？官方是否打算要把我们的城市从25等级提升到30等级、40等级？又或者是他们询问这个时代呢，是想要开发别的东西？第三个问题，目前为止在城市时代更迭带来的诸多变化中，让您体验最好的是哪一些？这里有包括解锁新的建筑、解锁新的兵种、战斗体验提升、更丰富的建筑外观。以我个人觉得，我是比较喜欢解锁新的兵种因为每个兵种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其他像是建筑物的外貌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反正我们都可以更换皮肤。这里所谓的战斗体验提升，应该是从 T1 升级到 T5 的那个感受吧。最后还可以让自己去补充，这个是多选题来的。第四个问题，如果您的城市能够进入下一个时代，您最期待游戏体验发生哪方面的变化？这里包括战斗、建筑、科研、兵种、统帅。那从他的问题看来，他如果增加了新的时代之后，这下面这几个选项都会有受到影响了。战斗方面有可能是指有不同的玩法，有不同的战斗方式。建筑方面我觉得只是单纯的建筑风格有改变。除了这个之外，我真的想不出可以弄出什么其他的花样了。科研这个不难理解吧，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升到 T5 之后是已经极限了，没有的再提升了。假设开启新的时代之后，后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争议，更多的提升。兵种也就是从 T5 变成 T6。至于最后的统帅，也就是说统帅的时期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游戏里面大多数的统帅呢，都算是比较早期的，只有远程统帅他们的时期会比较接近14到15世纪，就是说他们的时代会比较接近我们那为什么官方会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统帅可能不够设计了。当然我相信我说到这里，应该有很多玩家都说，其实在古时代有很多著名的统帅，官方可以慢慢的去设计。没错，这个确实是真的，但是你们要想一下，假设官方把那些古时代的统帅全部都设计出来了之后，他们还可以再设计什么新的统帅？而且这些调查问卷也不是他们今天问了明天就更改了，他们必须要先收集好资料，
然后慢慢去研发新的时代，才可以在未来做出更改。像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史诗级的统帅变成传说统帅了，难道之后传说统帅又再次升级？这种炒冷饭的行为，我相信每个玩家都不太能接受啦。像是你们平时看到什么广告魔关羽、魔吕布这种你们应该也不想要吧。像他们更新了时代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更加接近我们时代的统帅，比方说拿破仑、牛顿、路易14。像中国的话，那个时期应该算是清朝了。清朝的话，可能会出现努尔哈赤、皇太极鳌拜、康熙之类的哦。我相信这些著名的人物，你们应该也比较熟悉啦。我大部分观众都是华人，我个人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第5个问题，您对人类历史进程中下列哪个领域最感兴趣？选项包括音乐、美术、建筑、工艺品、历史名人、军事器械。我个人是对美术还有历史名人比较感兴趣的。他这个军事器械是什么意思？他打算要引进什么坦克、大炮之类的吗？会不会之后在万国觉醒有 AK-47 啊？第6个问题，您希望游戏中更多的出现历史上哪些文化或文明的元素？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为了问之后要出现哪一些新的文明。其实历史有4大文明，官方还没有推出一些。目前为止，中国还有古埃及是已经出现了，但是古巴比伦还有古印度是还没有出现的。那印度我觉得不太大可能了，因为印度他们是已经封禁了万国觉醒，他们那边是已经不能再玩这个游戏了所以我不懂官方他们会不会增加古印度进去，再加上现在的统帅也只有孔雀一个是来自印度而已。但是古巴比伦的话，我觉得就有意思了。那现在还有尼布贾尼撒，而且除了这2位统帅之外，古巴比伦还有一些其他的著名人物，我觉得官方也可以设计进去。还有之前讲过很久的玛雅文明也是还没有出现。除了这些文明之外，你们上网搜索消失的文明都会出现一大堆，我觉得官方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官方也不能忽视了历史上最早的文明苏美文明，不过苏美文明确实有一点久远了，我觉得官方他们要考察应该也比较困难一点。第7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游戏中出现哪些著名历史建筑物或地标？相信大家脑袋中都有一个答案了，万里长城到底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设计万里长城出来，变成我们 KVK 每次都要建万里长城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空中巴比伦花园，这些都算是比较著名的地方哦。还有斗兽场啊。那之前我本来还有想着说复活岛，但是我们现在那个金头的雕像就是复活岛的造型了。还有在王国里面的一些圣地，它的样貌就是长得像复活岛那样。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游戏中的圣城啊，其实我觉得游戏中的圣城不是很像我们看到的真正圣城，也就是耶路撒冷。我觉得可以真正还原耶路撒冷的外貌的话会更好。还有麦加，这个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建筑物之一。不过当然这么多建筑物，万里长城是肯定要弄的，毕竟这个游戏还是中国开发的游戏嘛。万里长城也算是人类历史中最早期的建筑物之一。还有胡夫金字塔，我觉得那个也是一定要有的。以上就是问卷里面的所有问题啦，你们在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我个人的观点啊，比起官方想要推出 T6， 我觉得他们更想要跨另外一个时代，或许会设计新的 KVK， 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游戏中做一个断层，让那些已经进入征服赛季很久的玩家进入下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现在玩家长期一直停留在征服赛季，其实真的有一点无聊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官方他们是已经被限制在古时代了，如果他们想要设计一些新的统帅会比较困难，没有一个系统或者是文明没有办法让他们可以从现在的古时代进化变成比较新的时代。又或者更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出新的文明，但是又不知道要设计哪一些新的文明，所以才问我们。至于问一些地标，可能是为了之后 KVK 地图而做的打算，像是我们提出了万里长城，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在万里长城跟匈奴打架，但实际官方他收集这个问卷到底是做什么，这个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不过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